迫使中国向俄罗斯施压，马克龙管得也太宽了吧？风向没变，是中国该清醒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就在中国为了乌克兰问题进行和平解决而努力的时候，马克龙竟然在近日召开的 G7峰会上发号施令，呼吁各国领导人迫使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向俄罗斯方面施压。在他看来，中国在危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所以有理由承担相应的地位和责任。不得不说，马克龙现在管得太宽了，只不过他的话根本就站不住脚，并且从哪一个角度来看，他都没有指责中国做事的理由。首先，我们一不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，二不是拱火者，这件事情压根无法和中国扯上关系。其次，秉承着大国为了稳定国际秩序而应尽的义务，中国早就提出了针对乌克兰和平解决的方案。可以说，在俄乌战争这件事情上，中国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。一般来说，在涉及到国际热点问题的时候，负责任的方法不外乎两种，一种是提出意见，另一种就是推动执行。而这两种方式，我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。2月份，我们就提出了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，这就相当于是一篇命题作文。各国要想让中国出手调停俄乌战争的话，那就按照中国说的来做。然而，响应者却寥寥无几。最后，鉴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，有些观点认为，我们不仅要提出意见，而且要推动实施。这也没有问题，我们3月份就和俄罗斯达成了协议。原则上来说，俄罗斯方面已经同意了中国所提出的和平框架，所以这个月中国专门派出了特使到乌克兰听取泽连斯基的意见。只要泽连斯基没有反对意见，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有了和谈的基础。但结果却再一次令我们失望。从这点来看的话，俄乌之间的风向其实依然没有变化，双方还是以打为主。是中国该清醒了。至于乌克兰所呼吁的迫使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向俄罗斯施压，那他完全是痴心妄想。中国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做出任何的妥协，毕竟我们没有任何向俄罗斯方面施压的理由。更何况，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了俄乌冲突能否和平结束的重要一环。没有人能在这件事情上对中国指手画脚，除非他们是抱有不想让俄乌和谈的机会，所以故意激怒中国，让我们产生逆反心理，从而失去调停战争的动力。总而言之，不管是马克龙出于一个怎样的想法，说出开头那番话，反正我们该做的都做了，而且在未来，中国依然会为和平献出自己的一份贡献。而马克龙迟早会意识到，追随美国拱火俄乌冲突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愚蠢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